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店里边来了一台美的的电磁炉，他说是不能正常加热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台，然后我们给它通上电来开机看一下它的情况。开机，点一下烧水。我们听一下里边有咔嚓的声音啊，它是可以减锅，就是不能加热。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从外观上来看一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背面，也没有发现有开焊、虚焊或者是烧坏的元件啊。像美的的电磁炉出现不加热，它也没有报错误代码，只是这个蜂鸣器滴滴的响。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主板上这些大的色网电阻，看这两个都是820K 的，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背面，看有没有特别大的贴片电阻，如果有的话，我们也需要检查一下。这背面没有看到有，前面就这两个，然后这儿还有个，这个一般不影响，就是最主要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这边两个，这些大功率的电阻坏的是比较多的，我们用网表来测量一下，看它们的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的都是开路或者是阻值变大。我们在测量的时候要给它断开一个角，如果不断开角的话，测量它是没有这么准确。我们用网表给它调到2兆欧，这是838，这个是没问题的，它也是在它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再测一下这个电阻，我们还是一样，给它先断开一个引脚，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这已经开路了，没有阻值了，看一下，我找了一个比它精确度更高一点的820K 的电阻，我们把这个色网电阻给它换上，换上去后，我们再试一下，开机，烧水。已经加热了，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前2天修了一台美的电磁炉，这台电磁炉的问题是炸保险，然后这个 IGBT 和整流条也都击穿了，然后我把这些坏的元件换上去以后，然后试机，在试机的过程中，然后风扇也可以转，一切都正常，它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加热，然后它也不报错误代码。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驱动电路，然后这个 IGBT 它的3级，我们顺着这个条线检查，经过一条跳线，然后到这边来，经过一个电阻，然后到这个贴片3极管这儿。这3个贴片3极管，它一般的都是 S8050 或者是8550驱动对管，我们检查一下，这已经击穿了，这个也击穿了。这3个驱动管都坏了，我当时检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个3极管和这个3极管，它们都是 S8050，就是这个型号的。然后这边这个是 M8550，这3个当时没有，我今天刚买过来，也是从网上买的。买过来以后，在还没有安装的时候，然后我再测试一下电磁炉，谁知道在测试的时候，然后它又开始出现报警了，不减锅，又多出了一个问题。这一个 S8050，它是连接在这个炉盘中间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我把这3个全换上去以后，还是不减锅，不能正常加热。像这块板子，它的问题比较多，先是换2个大件，然后这3个小管也都坏了，然后还出现不减锅。像这个故障，我已经检查了2个小时了，也没有检查出来具体问题所在。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再接着维修了。因为你付出的时间和收入不成正比，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直接换块主板，这块板子和这个是通用的，都是美的专用的，然后这个上面还多一个滤波电容，这个使用的话更稳定啊。这块板子是我从网上32块钱包邮买来的，这些接口和原先的旧板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螺丝的孔位也是一样，直接安装就行。不需要别的改动，
然后把这个发热盘的线焊在原先的位置就可以了。像这种故障非常多的电磁炉，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直接换个这个板子。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咱们给客户改装一个电风扇，他说他这个电风扇呢是开1档的时候，就是最慢档的时候，他说这个风速呢还是有点快，他问我能不能给他改一下，让这个风速呢稍微慢一点，吹出来的风呢也比较柔和一点。但是他还有个要求，就是开最快档3档的时候，他想这个速度呢还是和以前一样，还是让这个风速非常的大，转速非常快。我想了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就是把这3个档可以给它改装成是6个档，分为慢3档和快3档，改好之后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我们首先呢先把电风扇拆开，然后改装所需要的元件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电容。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容，其实像这样的电容也是可以使用的，它们2个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使用。然后再需要一个这样的穿行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穿行开关，只需要一个电容也可以来降低电机的转速的。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个组合在一起的改装方法，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单独电容的一个改装方法。先在电风扇内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这个开关给它安装上去。首先要开个孔。我的开孔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一个报废的电烙铁头给它探个孔就行了。这个开关我选择了一个2个档位3个引脚的，把这个给它安装上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焊在这个开关的1角和3角上面。焊好以后，我们找一下这个电扇上面这个电源线，其实这2条线都是一样的，我们剪一条线，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剪掉也行，2条都一样，实际上我们给它剪断，剪开之后，把这2个线头我们都给它先拨出线头，这一条也是一样，拨出线头。拨好以后，我们分别把这2个线头给它焊在这个开关上面。这2个其实也不分正负极的，随便往上焊就行了。我们把这个焊在这个电容上面，另外这条电源线我们给它焊在开关的中间这个引脚上。就这样就改装好了啊，看一下非常简单是吧？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啊，它是从这儿进去之后，当我们把这个开关调到慢档的时候，它是这2个引脚导通，然后它进去之后，然后到这儿经过一个电容，然后回到电机上面。经过电容以后啊，它就会降低它的电压，然后就会电机转的比较慢一点。然后当我们把这开关调到高档的时候，就是前面这2个引脚导通，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呢进去之后直接就出来了，它是和原先的速度是一样的，电压也是一样的。如果不用这个开关的情况下，其实关个电容，只单独个电容也是可以来改变电机的速度的，不过它只能改变1个档位的速度。我们把这个电容其实如果1档的情况下，我们把这条蓝色线从中间给它剪开，然后串上这个电容，就可以实现这个1档转的比较稍微更慢一点。选择这个电容的时候，电容的容量越大，它降压降的就越少；电容容量越小，它降压降的越多。就是电容它的容量越小，电机的转速它就越慢。我选择的这一个是 3.3 微发的，现在我们把它装起来来测试一下。好的，我在这儿呢写了个标签，我们看一下，这儿是慢3档，然后这儿是快3档。我们先把这开关打到慢3档这儿来测试一下，先开个1档，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风扇大家有可能是看不出来它的转速的，大家可以听这个风声就能分辨出来它的速度了。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听一下这个风速。然后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把这个再开到快档上，然后测试一下，听一下这个风速有没有变化。明显是快了，是吧？快了许多。然后我们再调到慢档这儿，然后这些档都是可以来使用的，速度都是比以前要慢的。想要达到以前的速度呢，我们就把这儿调成是快档就行了。听一下这个风速。非常大是吧？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我打算下一步我申请个专利，来大批的生产这种电风扇。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以后不开机了，像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教大家一招，其实呢用一个 U 盘就可以修好它。
电视机呢，如果出现就是以下2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用 U 盘来解决。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机后呢，就像现在这个情况一样，定在这个开机画面，然后呢，无论等多长时间，也进不到电视机它的系统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电视机开以后呢，就是一直出现这画面，等了时间长了后呢，它就关机了。像这种情况呢，看到没有，这个关机了。像到这种情况呢，一般都说明是电视机它的系统坏了。我们呢只需要用个 U 盘给它从刷下机就可以修好它。刷机之前呢，我们首先找到这个电视机它的一个刷机包，它这是个王牌的，我们点开这个王牌，然后呢在下面找到同型号的一定这个型号要找对了，不能随便下载个，如果下载错了以后是刷不了的。我们找到同样型号的，然后把它给下载下来。下载完后呢，我们把 U 盘插在电脑后面。我的这个 U 盘呢是一个16G 的，选择这个 U 盘的时候呢，不能选择太大的，如果容量太大的情况下，电视机呢有可能会识别不到，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刷机的。选择这个容量呢，最好是4个G 或者是8个G 的，最大呢不能超过16个G。U 盘的格式呢要选择 FAT32的，如果用别的格式的情况下，可能电视机也没有办法识别，刷机的成功几率比较小。看下我这个就是 FAT32的。刷机之前呢，最好是把这 U 盘给它格式化一下，然后格式化的时候呢，选择它的格式呢就是这种FAT32，选择默认的这种就行了。然后呢点击开始，这样格式化以后呢，刷机的几率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一点。OK， 格式化完毕之后，然后呢我们把找到的把下载好的这3个文件给它直接发送到 U 盘就可以了。这文件还是比较大的，400多兆。这3个文件我们看一下，主要就这个是它的刷机包，这个呢是400多兆，然后其余2个呢是它的引导，这2个呢文件比较小。刷机 U 盘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刷机了。刷机之前呢，首先把电视机它的电源先拔掉，然后呢接下来把 U 盘插在电视机的 USB 插口上面，一定要把它插到底插好。然后呢，我们一只手先按住电视机上面的开机键，要按住不要动。然后呢，另外一只手给它通上电。好，现在呢看一下电视机它的画面有什么变化。在现在呢，就是这个开机键一直要按住，不要松。现在显示正在升级中，还不要松手。直到进度条出来以后再松手，这个进度条呢走到100%以后，然后电视机呢它就会自动重启，重启完以后电视机就修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手机更换电池的一个教程。其实呢更换电池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华为手机电池已经鼓包了，看一下已经把手机后盖都顶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侧都有这么大的缝隙。我发现就是华为手机和小米手机它这个电池最容易出现鼓包。更换电池呢，首先拆这个后盖，用吹风机呢先给它加热一下，加热完以后再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像这种手机充电口两侧没有螺丝的，拆壳的时候呢，就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硬塑料片。这个塑料片呢，就是蛋糕盒上面都有这种硬塑料片，然后呢找一个角的位置把它插进去，然后呢在这周围一圈给它划一圈之后这个后盖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拆下来。拆这个后盖的时候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塑料片呢不要插得太深，如果插太深的情况下呢，在划的过程中就会有可能把手机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划断。如果划断了以后呢，这手机就没有指纹了。先看一下里面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排线。打开壳第一步呢，首先把这个电池上面这个排线给它先抠开，让这手机呢给它先断电，这样操作是最安全的。首先呢先把上面的这几条螺丝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把压电池排线的这个铁片往上面抠开以后呢，把电池的排线给它抠下来抠开。接下来呢就是用镊子可以把这个铁片再给它翘起来，然后把后盖上面这个指纹排线的这个插座呢也给它抠下来。抠下来之后呢，等会儿拆电池的时候操作会更加方便。电池下面呢粘了很多不干胶，粘的也非常的牢固，所以说直接拆的话是不容易拆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拆之前呢，要用吹风机给电池先给它加一下热。电池这面加完热以后呢，然后
在手机的屏幕这一侧呢，再给它加下热，一直加热到这个屏幕手摸着有些烫手就可以了。然后呢，重点来了，就是呢开始撬这个电池了。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撬棒，把它插入到电池的一侧，插入以后就这样轻轻的撬，一次呢不要撬得太严重了，要一点点的来，不要着急，不要慌，要有耐性，从上往下一点点的就这样撬。撬完以后呢，撬的如果感觉少，还可以从上面接着往下再来一遍。撬完一侧之后，接下来呢再撬另外一侧，还是同样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撬。所以说这个撬电池呢不能心急，只能就是慢慢来，一会儿呢就可以把这电池给它撬下来了。撬完这一侧之后呢，然后接下来还是一点点就这样撬，这样撬完，接着呢再撬另外一侧，就是来回两侧呢替换着撬。给手机换电池呢，其实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一个操作步骤，只要有耐性呢，一般都能更换好电池。好，我们来看一下，2分钟的时间不到，这块电池就给它拆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块华为电池已经发现鼓包了这块呢旧的就没有必要留它了，扔掉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把这手机上面这个不干胶给它清理干净，然后呢，拿出需要更换的新电池，我们拆开包装来看一下其实呢，现在出的这些新电池呢，它都是自带固定电池的不干胶的，也没有必要去单独去买去了。所以说呢，厂家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我们先打开这个电池这个包装，在它的背面是有这个固定电池的专用胶的，然后呢，把上面这个塑料给它揭掉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安装电池。安装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呢把它放在电池里面，然后这样轻轻的先按压一遍，让这个胶呢让它粘好就可以了。然后呢，安装的时候呢，先扣指纹排线，给它扣好以后呢，再扣电池的这个排线。最后呢，给手机后面这一圈都打上不干胶，然后呢，把手机后盖给它安装起来，电池呢就更换好了。像这些老旧音箱没有蓝牙功能，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其实呢，只需要一个这样的蓝牙小板，插2天线就可以让老旧音箱变成是一个蓝牙音箱，而且呢，这个音质还非常好听，它是一个双声道立体声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然后咱们看一下音箱的后面都是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的，包括这个音箱也是一样，有这个音频输入口。然后呢，找一个就这样这个连接电脑的这个1分为2的这个音频线，然后呢把它线给它连上去，插线以后，然后这边呢就非常简单只需要呢把它插在这个小板上面就行了。这儿有个耳机插口，插上就行，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下一步呢就在这儿给它连上电就可以了，就是手机的充电线，安卓口的，看一下就这个口，给它充上电，这是给它提供供电的。OK， 看现在这个指示灯亮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蓝牙小板已经工作了。然后打开手机的蓝牙，搜索到这个小板，这个就是搜索到以后，然后直接就可以放音乐了。好，显示已连接，然后放个歌曲来听一下，声音已经有了听一下这个音质还是非常好听的在通电的情况下，尽量呢不要手摸这个小板，如果手摸它的情况下，很容易把这个小板给弄坏，这样听歌实在太方便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小板放在外面不合适，感觉不美观，也不好用。如果假如像这个音箱经常去户外使用的情况下，带个小板确实不方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板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给装到音箱里面的。首先呢，把这个后边这个给它打开，拆完以后呢，给它先放一边备用。然后呢，给这个小板焊几条线，这儿呢是电源线5伏，这儿是5伏的正极，中间这个音角，然后这个 JND 是5伏的负极，先来点焊锡，然后把这个红线作为是正极，焊在中间这5伏这儿，灰色的这条线负极焊在边上，然后呢再焊一下音频口，音频口这儿呢是3条线，
还是一样，先来点焊锡，3个点都来点。L 和 R 是左右声道，先焊2条白色的线，然后这个 AGND 是音频的公共负极，焊一条灰色的线。焊好以后，就这5条线，然后呢，给蓝牙小板5伏的供电给它接上。在这个板子上怎么找5伏供电呢？首先呢，就是王表的黑表笔接在一个电容的负极上面，先找个滤波电容接在负极上面，然后这个红表笔分别来测量这些引脚，看哪个是5伏。在这儿呢，我已经找到了，就这边这个引脚就是5伏，咱们测量一下，看，现在电压是4.95，照旧5伏。现在呢，就把这个供电先给它接上去，然后呢，就再接另外的3条线音频输入。先看一下这板子上面这2条就是音频输入线，然后呢，在这边中间的这个就是它的公共地，然后这2个呢就是左右声道，把线给它焊上去。好，接好线以后呢，然后连上蓝牙，播放个音乐来听一下，没问题。到最后呢，把这个小板给它安装在音箱里面就可以了。家里的网线断了，怎么把它们接在一起呢？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2个非常好用的接网线方法。接好以后，它的使用效果和新的网线效果都是一样的。这2个方法，第一种呢比较专业，第二种呢就比较简单了，适合每个家庭来用。这2种方法总有一种会适合大家。在接线之前呢，首先呢我们先把外皮给它先剥掉，剥掉外皮之后我们才能接。然后剥掉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内部呢是有8条双绞线，我们分别把它们都分开。然后呢，另外一根线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们都拨出来。给大家分享，用这种方法接好以后呢，非常的耐用，无论多长时间呢也不会出现问题。首先呢，我们接的时候呢，先把这几条线给它先剪掉一截，剪齐。剪齐之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网线都给它拨出线头，把这2条网线都拨好线头以后，然后呢，在这一个上面套一个热缩管，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接网线。这是一条粉色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粉色的上面再套一个小的这种热缩管，然后呢，把这头也找到这个粉颜色的，把它们2个拧在一起。拧好以后呢，然后呢，用电烙铁把它焊一下，这样呢就可以防止氧化。然后呢，把这个热缩管给它套上，用打火机烤一下。还是一样，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同样颜色的线接在一起，都套上热缩管。到最后，把这个大的热缩管给它再套上。套上以后，给它再加热一下，让它收缩一下。这样接好的网线不仅防水，而且它也防氧化，非常的好用，和新网线效果都是一样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没有这样的专业材料，也没有这样的专业工具，怎么办呢？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第2种方法。第2种方法就非常简单了，而且接好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就是接这条网线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买一条网线。像这种短网线可以买1条，如果这条网线100多米长，如果在买的情况下呢，就有点不合适了。然后这些专业的热缩管我们都不用它了，这头也是一样，给它先拨出外皮，也是一样，把这所有的线都给它捋直，因为捋直以后容易接线，操作更方便。好，捋好之后呢，还是一样啊，给它们先拨出线头。不过这次拨线头的时候，每条线拨的线头让它稍微长一点。然后呢，把这些多股线都给它拧一下。把这2边呢都拧好以后，咱们就开始接线。接线的时候，先让它们2个对齐，然后呢，给它缠上胶带，先固定一下。固定好以后就开始接线，还是一样，就是同样颜色的线给它接在一起。接的时候呢，这个拧这个麻花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它拧得紧密一些，越紧密呢，它越牢固，不容易出现问题，不容易接触不良。接好一个之后，然后再接另外一个。这种接线方法比较简单，
也不需要用专业工具，适合每个家庭都能用。都接好之后呢，我们开始给它缠胶带，起个绝缘作用。然后缠胶带的时候，我们可以压过来一条，然后呢给它粘住，然后呢再压另外一条，胶带缠一圈压一条，缠一圈压一条，都缠完以后呢，到最后我们把这个给它窝过来，然后呢接着再缠胶带。接好以后，虽然它的外观不太美观，但是呢比较抗拉，也不会影响它的网速，所以说这种方法是最好用的。微信长按2秒钟隐藏着10大功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这些功能都非常好用。第一种就是打开微信快捷方式，长按微信图标2秒钟，然后就出来很多种快捷方式。第一种就是我的二维码，打开这个二维码之后，朋友添加我们为好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扫我们添加好友了。第二项就是扫一扫，在我们付款的时候，或者是添加朋友为好友的时候，点击这个扫一扫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儿是收付款，当我们收款或者是付款码的时候啊，点开这个就会出来我们收款码或者是付款码。然后再讲一下第二个隐藏功能，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这个视频，方便以后忘记了还能接着再观看。第二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可以语音转文字，假如我们在不方便听语音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开会啊，或者一些情况不需要听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语音转为成文字来看，也是可以的。我们主要就可以点住这个语音，不要松手，然后呢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转文字，点一下 OK， 现在就可以出来文字了，是吧？第三个隐藏功能就是提取文字，假如这些文字我们需要用的情况下，一个一个的往上面打出来的情况下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直接提取到手机上面。首先呢要点开下角这个加号，然后点开拍摄，我们首先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呢在这儿假如呢我们用不到这么多文字的情况下，也可以点一下这个编辑这边，然后选中一些文字，选好以后点对勾，然后发送。发送完之后打开这个照片，接下来呢就是长按这个照片2秒钟，然后出来以后这儿会有提取文字，点开提取文字。好，现在就识别出来这些文字了，然后呢我们点击下边这个全选，全选完以后我们在这儿点复制，好，显示已复制。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画面都给它先关掉，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文字粘贴过来了，然后点发送 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很方便。第四个就是重要事情提醒，假如这条信息看一下，出门的时候让我拔掉电源，有可能啊我过1个小时之后才出门呢，害怕自己忘掉怎么办呢？其实啊也可以把它设置成重要提醒，长按2秒钟，然后这儿有个提醒，点开它，在这儿呢可以设置今天或者明天，还有就是1小时、2小时之后，在这儿呢就可以设置我就是1个小时就要出门，所以就设置今天1个小时之后，然后点提醒。设置完以后过1个小时它就会有铃声提醒，这样就不会忘记了。第5个就是相关表情功能，别人发了一张表情，我们没有合适的怎么跟人家回复，首先呢我们就点开这个表情，然后呢在上面会出来相关表情，然后点一下，接下来呢下面出来的这些都是相似的，然后找一个发送过去就可以了。第6个隐藏的功能就是视频静音播放，假如我们还是就是在一些场合不适合放出来声音，我们想看这个视频怎么办？我们也可以长按住这个视频，然后呢就会出来静音播放，我们点开它就可以静音播放了，没有声音这个时候。第7个隐藏的功能就是搜一搜，在输入框这边长按不要动，然后呢就会出来搜一搜，点开它，在这呢可以搜索表情、视频、文章、音乐等，输入好歌曲名字，然后点击搜索。假如需要这首歌曲，然后直接点发送就行了。第8个隐藏功能就是艾特好友，在微信群里面，如果想和他说话，按住他的图像不要动，然后在输入框直接就出来他的名字了，然后在这儿打上字发送过去，这样呢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提醒。第9个功能就是屏蔽朋友圈，
像发这些信息我们都不愿意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屏蔽掉。假如想屏蔽它的情况下，就点住这个图像，然后呢，在下边会出来设置权限，打开它。在这儿有一个不看它，把这个开关打开，这样以后呢，它再发一些信息，我们就收不到了。第10个隐藏的功能可以把英文变成中文，在这儿也是一样，先打开相机，给这个需要翻译的英文拍成照片，然后呢点击发送，发送完以后也是打开照片，按住长按不要动，这样呢有翻译，点开就可以了，然后它就开始扫描翻译，已经出来了是吧？这些功能都非常的好用，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